内卷这个词是应用在学习领域当中的。一开始出现的原因是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抱着不服输的态度，希望能够通过不懈的努力赶超过所有的人。现在这个词已经被应用在了各行各业当中，因为大家都抱着不服输的态度，所以才能够让自己的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，才能够在各个领域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。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内卷的，因为内卷的最后可能会直接将某个人拖垮。关注我们，支持我们，祖国万岁！还是以学习为例，一个学霸可能每天做的题目或者是刷的卷子都要到凌晨，但是对于学渣来说，光是做到凌晨都需要极大的毅力。就像是韩国的造船业和我们的造船业的关系一样，在面对市场的需求的时候，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凭借过硬的实力胜出，然后在世界上拥有更多合作的机会。而对于造船行业来说，日本、中国和韩国一直都是拼尽全力想要成为全球造船行业中的领头羊，但是在不断发展和竞争的过程中，他们终将是败下阵来，最终获得胜利的还是我们。在内卷这方面来说，中国还真的是没输过，因为我们只会做得越来越好。我们的基建狂魔的称号可不是讨来的，是靠着真正的努力而换来的结果。船的建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但却是一个非常有投资未来的项目。一个国家的造船业发达，才能够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，为此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。如果说一直以来韩国和中国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，但是从最新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，韩国现在的造船业已经和我们之间有了很大的差距。从今年获得的订单数量上就能够看出，在今年的上半年，中国已经在国际上拿到了428份的订单，而韩国却只有114份，也就是说从数量上和已经分出了高下。而在质量上也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良好的口碑，所以才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订单。对于这样的数据，韩国的一些企业认为，现在的韩国在这个领域中已经很难有好的发展，尤其是整个行业中的人员流失情况日渐严重。即使是拥有技术先进的优势，但是也因为自己的战略部署错误而导致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停滞不前。很多人说韩国就这样活活的卷死在这场竞争当中。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都并不看好我们，觉得发展中国家无法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条件进行比较。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先是日本退出了竞争，后来又是韩国在内卷的过程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在这场造船行业的竞争中，中国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发达国家的粉碎机。无论在任何的领域中，技术和环境都是基础，而真正能够决定成功与否的还是决策。在韩国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日子里，中国进行了战略化的升级，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了自己国内的发展过程中，而韩国还在不断的以高额的代价在国际市场上求生存。等到他们坚持不下去，或者是以为即将迎来曙光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中国早就开辟出了新的发展的道路，而这个道路所带来的结果让中国的造船业有了更稳定的发展。而对于后继无力的韩国来说，显然就是最沉痛的打击，他们所面临的就是自己的失败。所以在这场内卷的过程中，中国凭借自己优秀的决策能力，带领自己的国家迎来了更好的未来。很多网友表示，中国虽然在竞争的过程中将韩国卷死了，但是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是也被固定在这一条上了呢？那么面对未来的发展，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呢？相信我们的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判断早就比我们更加的有决策，因此也不用我们过多的操心。只是很多人希望能够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时候确保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，总是在合作的关键时刻就被毁约，最后给咱们自己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。所以说打铁不仅要自己硬，关键还是要有长远的发展目标，才能够确保我们未来的发展更好。祖国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，而祖国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发展过程中，大家所能够期待的就是祖国拥有更先进的技术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来。